给你$50万，你能在满是黑熊的荒野待多少天？不用担心食物问题，有手就行，可比泡面好吃太多了。这就是《荒野求生》第9季，开局不到2周的时间，选手们都弄到了肉来吃，就连杰克斯也是吃饱才退出比赛。只有伊戈尔天天吃海藻，他就喜欢吃这些带泥土的味道，我看就是在嘴硬而已。伊戈尔比刚来时瘦了10几斤，庇护所到现在也没有弄好，再这样下去，砍伐树木都是个问题。尽管如此，他吃完海藻后还是去砍伐木材了。想要获得奖金，庇护所必须得弄好一点，先弄套地板铺在地上，他可不想躺在湿哒哒的地方，这也就需要更多的木材才能满足。体力方面是个问题，现在工作效率并不快，太阳快要下山也没有搞定。伊戈尔倒是看到有松鸡飞过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，直接拿着锯子对过去，一会的功夫，伊戈尔手上就多了一只鸡。难道这就是孤巨鸡吗？那么多天过去了，终于轮到他吃鸡，立刻放到火上烤一烤，闻起来香，吃起来更香。伊戈尔都快要感动到哭了。杰宪这边也在忙着搭建庇护所，虽然他很想今天就弄好，但是天气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下雨严重影响他的工作。他打算用这些树木作为基础支撑，然后用护堤围起来。理论上这样弄出来的庇护所会很暖，可是由于下雨，特别容易解体，只有趁着天晴的时候多干一点。杰宪搬一趟杆子，差不多有30多斤重，将这些固定在树上，消耗的能量比想象中还要大。不过弄出来的半成品还是挺不错的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他到附近采摘一些浆果吃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还不错。不过天天吃实在有点腻。杰宪想到狩猎弄点肉吃，附近没有看到松鸡的痕迹，只好留些现金给松鼠，一共弄了15个。他就不行信会倒霉到一个都不中。弄完坐下来休息一会，突然陷阱那边有什么动静，走过去果然看到有只松鼠在那，可把他高兴坏了，立刻处理干净，放到锅里烹饪。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了呢？亚当可以说是众多选手中食物最多、房子最好的选手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，还要继续将木屋完善。这届荒野独居有够内卷的了。亚当收集了一些草，揉碎混入粘土里，这样就不用找大石头过来做壁炉。混合材料好用是好用，就怕支撑不起来。他用树枝建立框架，然后用柳树枝绕着编织起来，接着把粘土涂抹到上面。目前看来还挺顺利的。亚当还听到外面有松鸡在叫，壁炉哪有食物重要，立刻到外面看看松鸡在哪。松鸡还在树上发呆，亚当想都没想拿起木棍扔了过去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他早知道就带弓箭出来了，食物就这样从他眼前不见，现在也只能回来继续把烟囱弄好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关键还是看着火升起来会怎么样。亚当一直观察这壁炉的情况，并没有出现破裂，烟也能排出去，这下总算能坐下来忙其他。亚当掏出鞋垫闻了闻，这是那些大鱼最喜欢的味道，捡出一些做成拟态诱饵，看起来有点丑，也不知道那鱼喜不喜欢。亚当拿着鱼竿来到熟悉的位置，原本还想着钓1、2条鱼就算，但是那鱼都学精了，对来历不明的东西都躲得远远的。忙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弄到，只能尴尬的来了段舞蹈。时间来到第15天，凯莉终于受不了身上的臭味，一早醒来就给自己洗了个头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。凯莉现在充满力量，今天她要把庇护所给弄好，手上没有什么工具，只能用木棍慢慢挖掘，也不知道忙了多久，总算是弄得差不多了。防水布往上面一盖，瞬间变得好看不少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最近获得食物不多，得想办法弄多点吃的。杰宪的庇护所还没有弄好，规模可以说是选手中最大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过来双人挑战，工程量比想象中还要大，体力方面也有点跟不上。他现在都有点后悔，早知道就不弄这么好的了。杰宪累得怀疑人生，幸好陷阱给力，又抓到一只松鼠，勉强能让身体恢复点体力，也不知道这样还能熬多少天。这届荒野独居的选手有多虎，碰到熊的痕迹，一个个高兴的不行。胡安就是其中一个，他立刻沿着足迹走了过去，兜了几圈都没有看到黑熊。为了不让黑熊当老六，胡安利用收集到的罐子制造成警报器，里面不仅有石头制造声音，还有一些食物残渣。要是黑熊被这吸引过来，他就可以绕到背后给个惊喜。黑熊要是能说，肯定早就口吐芬芳了。胡安担心响声不够大，把自己锅都弄成响铃，这要是还听不到，只能算那黑熊运气好了。现在胡安满脑子都是熊肉，也不知道那头倒霉熊会来。班姐的心态非常好，还有闲情站在那欣赏晚霞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升级一下庇护所。他搭建的庇护所非常简单，就是防水布往上面一盖，底下一盖睡袋就搞定了。别人的临时庇护所
都要比这好太多。原本他还想躺着休息，但是附近传来松鼠的声音，就在树那边，立刻拿起弓箭凑过去。这一箭下去就是一坨肉，立刻拿回去进行处理烹饪。每天都有选手弄到松鼠，真怕他们离开那天把松鼠都吃完了。胡安管不了这么多，能吃就行。虽然体重下降了些，但是精神方面挺不错的。希望他入冬前能把庇护所升级一下。时间来到第16天，亚当每天都会拿着弓箭练练手感，可惜没看到松鼠，少了点意思。附近倒是有不少蘑菇能吃，他还是想多弄点肉吃。沿着山脊线走过去，附近有一些熊粪，这让他变得兴奋起来。只要那熊还没冬眠，就还有机会猎熊。可惜兜了好几圈都没看到，倒是看到有只松鸡冒头，想都没想上去就是一箭，块头比想象中还要大，正好能够弄到小鸡炖蘑菇。松鸡放到火中烤，一直烤到标准的焦褐色，这样烤出来的肉吃起来更香。他觉得天天能吃到这鸡，住到节目组破产都没问题。目前各个选手表现的还不错，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？